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产品中常见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产品中大量的定位失败。呃，这个定位失败呢，在运行过程中啊，会出现很多这个定位失败的这个框啊，所有的检测的这个缺陷呢，全都是这种定位缺陷。这个引起的原因呢，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输入长度呢，和我们这个产品的周期是不符的。我们在输入这个产品，我们建模的时候，输入这个产品的长度的时候啊，一定是这个产品的一个周期的长度，就是标签长加一个跳距的长。只有这个长度输入正确之后呢，我们的软件才能正常工作。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可能是我们产品的这个定位核不恰当。当我们这个图形采样之后啊，我们这个一般画好检测区啊，在下一步的时候呢，一般会默认生成一些定位核啊，这个定位核呢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对于80%的材料来说呢，我们是不需要手动来绘制这个定位核的啊。但是呢，有一些材料是非常特殊的一旦遇到这种特殊材料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就是手动的来画一些定位点因为系统的定位点呢可能不适应这部分材料啊。那我们应该把定位核呢画在哪里呢？一般情况下定位核画的方法呢要遵循几个因素啊。第一呢，定位核一定要画在纹理丰富的地方一定不能落在像这种白纸或者是这种纹理比较少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会导致我们这个产品呢容易定位失败第二呢，就是定位核一定要画在这个独立的，就是说不重复的地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把定位核画在这个位置就这个饼干的这个孔隙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会和哪个位置先相重复呢？比如说这个位置因为它们都是一样的图案这样的话呢定位起来呢会引起混淆这样的定位点呢容易引起混淆。那一旦这种混淆的或者是不好的定位点它大于定位总数的50%的话那就会产生定位失败。所以我们画模板的时候画这个定位核的时候就一定要画在这个唯一的地方就是说局部唯一的地方这样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们这个距离是足够远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距离比较近的地方是不能重复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纹理一定要丰富画在纹理比较丰富的地方选用这样的定位核呢作为这个定位点这可以排除这个定位失败。关于定位核呢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核呢不能画在这个可变的这个数据上面像这张的二维码呢就是说是可变数据我们这个定位核呢尽量不要生成在这种可变数据上面一旦是可变的，那我们都要把它这个从我们这个模板里面去把它删掉。还有呢，这些就是说这个它会和这个周围的部分呢相互重复相互重复。那这样的定位核呢，我们也要把它删掉保证它在局域范围内是唯一的那我们的粗定位核呢，它的搜索范围是非常广的。一个粗定位核的搜索范围呢，大概是它附近的这个200个像素左右。所以呢，我们要保证在它这个范围内不含有重复图案。那精定位核呢，大概是100到80左右就是说在它的这个80范围内尽量保证不要和它重复。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呢删除掉。
另外一个就是说定位缺陷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纠偏器没有开啊，这个材料呢跑歪了，就是在水平方向有一个大的偏移啊，这也是引起定位缺陷的一个主要原因。